上周五啊，也就是11月11号，国内出台了新冠疫情防疫措施的20条。因为那一天呢，我这个要播《红色高棉》的下集，我就没做这个20条的节目。同时，我也想看一看这个措施啊，这个急转弯式的措施啊，从它颁布到它的执行，经过一个周末啊，各地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反应？今天呢，距离这个措施的颁布已经过去了3天，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啊，就是这个20条啊，是一个急转弯式的措施，因为相对于过去2个月啊，就是各地那种层层加码、几乎变态的防疫措施相比啊，应该说在各个方面都全面放松了。首先第一个方面，国内外的航班熔断取消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过去啊，外国的航班飞到国内，你只要一个航班里发现5例阳性，这个航班就熔断。如果累计发现4%，就熔断1周。累计发现8%就熔断2周，这一次呢就不熔断了。你无论你发现多少例，你这一飞机拉回去的全是阳性，也不熔断了。然后你回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核酸检测标准也变了，过去呢是48小时2次啊，现在规定呢是变成了48小时1次，这个条件也放松了。第二个方面就是密接人员的隔离时间，过去呢是7+3。这回改成了5+3，那么你从国外回到中国，也由7+3改成了5+3，也就是7天集中隔离改成了5天集中隔离。那这个隔离的时间变短了。第三个就是风险区域啊，过去分为高、中、低3个这个层次进行管理，这次呢缩减为只有高低2个区域了，中间的中风险区域没了。与此对应的呢，就是所谓的防疫过程中间针对的人群啊，次密接这个人群不见了，因为过去呢分为密接，又分为次密接。所谓次密接，就是密接的密接嘛。这个次密接，我跟你讲非常可怕，因为所谓的这个次密接，它这个增长的人数是指数级的，就是一个人发现阳性了，他周围假如说有5个人是这个密接，那么5个人的次密接啊，你可以算一下，可能就几百人了。甚至有可能是几千人。假如说是一个公共场所发现了啊，发生了阳性，比如说一个展览会啊，那就完蛋了。就是他这个密接人员可能比如说有1000人，那次密接人可能就是几万人，所以这个次密接所涉及的人数非常非常大。但是这个次密接里头啊，其实发现阳性的比例非常非常低。就在昨天，这个卫生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在那讲。他说，在次密接人群中间发现阳性的比例只有10万分之3.1，这个比例也非常非常低，所以真的没有必要。所以这次把次密接这个整个的防疫群体取消掉了。那么与此对应的呢，就只分为中低2个风险区域。那么高风险区域5天之内如果没有发现新增阳性患者，就自动改为低风险区域。那这个呢，应该说整个这个防疫措施啊，跟过去相比是大大降低了。应该说这次的政策转型是一个急转弯啊，因为全国各地还在加班加点的按照过去那种层层加码的方式在搞呢。你像郑州的方舱医院还在建呢，这个新疆的方舱医院还在建呢，是吧？你看那蔚为壮观的那个方舱医院，给人感觉他要想把整个城市差不多大部分人都装进去呢，结果突然政策开始转型了。我估计啊，这些东西啊，这些刚刚建的方舱医院，很多东西也就没用了。但不管怎么说啊，这样的一个措施，确确实实啊，对现在已经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里啊，大家啊层层加码的变态的防疫措施，苦不堪言的国内的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喘口气儿的这么机会，很多人是非常高兴的。那些在外地徘徊1、2个月回不到北京的人可以回来。那些被隔离在那种所谓的毛坯房里头没办法回家的人也可以回去了，那些流浪在外地啊回不到自己城市的人也可以回去了，所以啊，终究是一件好事嘛。干嘛那个鸡打 boss？ 嗨，今天一下就把 boss 秒了。院墙全推倒了，今天全推倒了。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啊这次政策的急转弯式的转向啊？我个人觉得啊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啊，就这一次持续了将近1年的所谓动态清零的这个措施啊，以最终失败以
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啊，是自从1958年到现在以来啊，第2次一个遍布全国的大型公共政策啊，被自然规律打得头破血流的这么一次实验。大跃进大家都知道，1958年的时候啊，老毛是吧，头脑发热要赶英超美，然后呢要搞亩产10万斤的实验，很多科学家给他写文章说这个有可能，全国各地的人投其所好，然后呢就开始没日没夜的在这个地里头啊施化肥啊，什么密植啊，最终的结果当然大家都知道，以失败而告终，是吧？那么这一次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啊，跟过去的德尔塔比起来，跟当时武汉的当时那种原始病毒株比起来，最大的特点有2个。第一个呢，它就是传播性、传染性大幅提高了，提高了几十倍，是吧？第2个呢，就是毒性降低了。早期在武汉疫情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那个重症率非常非常高，是吧？死亡率甚至也非常非常高。但是经过德尔塔、经过奥密克戎的几次变形之后啊，那么现在的奥密克戎啊，它的致病率啊、致死率啊，已经非常非常低了。我们过去的节目其实已经讲过了，很多科学杂志所做的回溯性研究显示，现在的这个奥密克戎啊，基本上它的致病率跟普通的流感相比，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它们对年轻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影响。对年纪大的人、少数群体啊，有基础病的会有一些影响，但总体来讲，致病率没有区别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一年啊，因为流感而死亡的人数全国也不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搞过封城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继续采取封城这样的一个手段来对付一个和普通流感一样的疾病，根本就没有必要。但是呢，这个因为某一个人是吧，他就是一条道走到黑，他认为早期武汉的时候，他通过封城的方式啊，好像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自度自信证明的一个渠道，他就非得要通过这种方式搞。但是大自然的规律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不尊重它的时候，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响亮的耳光。因为什么？因为当你努力的方向错误之后啊，你其实越努力越悲催。你想想，1亩地产生10万斤，有可能吗？没可能啊！你不管你在这个里头多么密植，然后你施多少化肥，你最后的结果是把这个你种的种子都烧死了，但是它产量不会增加。这一次也是一样啊！你想啊，你这个一开始是大家封城不行了，你还要全体静默，然后这个小区里头你还不让大家去领菜，你凡此种种啊，最终的结果是，当这个自然规律啊，你要违背它的时候，你努力的结果不会出现正回报，反而会出现负回报，就是这个道理，是吧？要说现在最近过去1-2个月的这个所谓的防疫措施啊，比武汉那个时候的封城还要严格，那为什么没有见到效果呢？就是因为你不尊重自然规律，你不尊重自然规律的结果，就是它一定会以打脸的方式让你必须接受。这大自然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就是它不会入党，它听不着招呼，它也没有意识形态，它也没有这种所谓的思想觉悟。你尊重它，你就可以获得正向的反馈；你违背它，你就一定会受到惩罚。对于专制主义者，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没有某种力量可以阻止他倒行逆施。说话没人听嘛，不是他说话别人说话他不听嘛，是吧？所以呢，他就一条道走到黑，最终的结果他一定撞到了南墙，他才知道疼了，不得不改变。当年老毛就是如此啊。最终呢，大跃进实现亩产10万斤了吗？没有。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当然他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啊。然后他开7000人大会，庐山会议还批这个彭德怀，他也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内心一定是知道亩产10万斤是瞎胡闹。其实啊，习也一样，他认为你说通过这种所谓封城的方式能解决实现动态清零吗？到11月10号为止，我相信他们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一定得出了一个结论：动态清零不可能了。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公开面对老百姓这么讲，于是换了一个口号，叫什么？叫精准防控。共产党就是这样，不一贯伪光正吗？对不对？当他犯一个错误的时候，他不会承认自己说我错了，是不是？他只能说什么呢？我们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这就是这样的。动态清零政策，你在最新的人民日报的这个社论里头已经看不见了。
它改名叫精准防控。那么精准防控是什么？精准防控就是个万金油啊，是吧？科学防控就是万金油啊，因为你随时随地的可以通过你所谓的政策调整来验证你所谓的，你这个措施都是精准的。你精准有什么标准？没标准吗？科学有什么标准？他们说的这个就是科学的吗？谁敢说他们说的不科学？所以啊，它是用所谓的精准防控代替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动态清零。那也就标志着从11月1号开始啊，这个动态清零这个政策彻底失败了，要正式落幕了。而这个精准防控开始登台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到我们整个社会恢复到正常之前，估计都会打着这个精准防控的旗帜继续往前走，这是共产党的特点啊。第二个方面，为什么这次政策会调整啊？我个人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上可能难以为继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前一段时期之内啊，各地方政府开始核酸收费、隔离收费，包括那富士康的那些员工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逃出去的啊，各地政府就让他们自己出这个隔离的费用。为什么？没钱了嘛。地方政府其实经过这1年多的1、2年的这种所谓的防疫措施啊，它本身一方面企业不生产了，没有税收，另外一方面搞这种隔离啊、核酸检测还得花钱。国内有一个朋友给我算过一笔账啊，他说我们如果9亿的城镇居民啊，要开展每2天1次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核酸检测，1年仅仅核酸检测这一项要花到7000亿。那你想想，防疫你不仅仅是核酸检测吧，你还要涉及到隔离啊、转运呐，这些都要花钱。所以呢，保守估计1年就防疫这个措施来讲，1年得花到1万亿人民币。但是我们全国啊，1年的医疗投入啊才2.4万亿呀。你想想，你这个防疫措施基本就花掉1半了，那你其他的那些看病怎么办呢？你那些医疗的那些投入怎么办呢？你去挤占哪一块呢？是吧？所以呢，其实这些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啊，这个政策实际上它也推行不下去了。再继续往前走的话，一定会导致所谓的政府财政破产。我前一段时间我就讲过了嘛，如果政府它这样的一个财政措施破产了，它也就没办法往前走了。这是第2个方面啊。第3个方面，就现在啊，不同区域啊，在理解这个政策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比如说石家庄，是吧？大家都没想到啊，石家庄就在今天已经基本不管了。首先是核酸检测没有了，其次小区可以随便讲了，随便进出了，而且呢也不看这个核酸检测报告了，你只要是绿码，你就可以进商场了。然后呢，学校开始复课了，搞得很多人都其实整不会了，是吧？大家说真的吗？然后有的人甚至不太敢下楼了。然后学校的通知复课的时候，很多家长都说：“哎呀，我们孩子可能有点问题，要再请2天假。”这就跟那个在笼子里关的时间太长的鸟啊，你突然把笼子打开之后，它还得看几眼。但是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说青岛的人就跟我们讲，他说现在啊，流调只公布这个所谓的密接，但是呢，那密接库里头包括次密接。一旦次密接里发现了那个阳性，立刻所有的次密接全部变成阳性。他说这就叫外松内紧。还有重庆在11月12号这一天搞全城静默，但是它不叫全城静默啊，它叫居民自愿居家。因为重庆突然发现了几例嘛，重庆现在其实这个数字也挺多的，也突然上起来了。还有黑龙江的海利是吧，突然也开始搞全城静默了。然后相对来说呢，上海和广州这2个城市呢，这个相对来说放得比较开。广州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全国排名第1的。咱们看一下数字啊，就截止到昨天，全国的数字呢是广东是656，这个无症状的是3876，遥遥领先全国其他城市啊。那么这个广州市呢，并没有采取前一段时期内各个城市所采取的那些变态的措施。其原因为什么全国各地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因为全国各地的这些地方大员呢，跟这个中央啊，那关系有亲疏远近。你看现在广州市啊、广东省啊，甚至广州市啊，就他们现在这地方大员呢，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包括上海也是啊，所以他们相对可以执行这种比较激进的政策，因为他不担心呢，政府啊，要中央在后面收拾他。但是对于那些相对来说他们跟中央关系比较疏远的，
那些地方大员呢，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会采取相对比较保守的措施。但是啊，还存在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各个地方政府在嗅这个中央这个政策转型的这个趋势和味道。如果他们一旦嗅出来啊，其实中央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赶紧开放，他们也会竞相啊出台比较激进的政策。比如说像石家庄，我理解就是这样。按道理来讲，石家庄是不是这个其实没有可能在这个方面搞得这么冒进嘛？他们现在一下子就搞到这种程度，我认为他们就嗅到了这个政策转向的趋势。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以后不再会处罚官员所谓的因为疫情的数字增加所带来的责任了。相反，谁要是再敢搞层层加码，随便乱封锁，反而有可能承担责任。这个趋势一旦形成的话，各地会竞相开始这个所谓的放开大比赛。所以我觉得取消全员核酸这个很快会成为一个趋势啊。下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显而易见的是啊，各地的数字很可能会飙涨，因为截止到昨天为止啊，我们刚才讲的广州啊是656，这个无症状的是3876，郑州排名第2是224，新增的无症状是2757，重庆是75，无症状的是1061。要知道这组数字啊，应该不是说这个周末放开之后导致的，因为你考虑到奥密克戎的这个传播规律嘛。所以这些数字应该是1周之前传播的，到现在才显现出来的，也有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原先出于政治原因不太敢公布，现在敢公布了。那么现在各地啊，如果要是放松措施啊，1周之后很有可能这个数据会大幅飙升，可能会在这个基础上上升一个数量级，比如说全国每天会增长到10万甚至20万这个数据。所以这个政策的真正考验是到1周到2周之后。各个城市、各个地区开始开放之后啊，这个公共政策怎么走？这又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开放之后也没什么事儿，因为奥密克戎已经变得我就是说非常温顺了嘛，没有什么致病率嘛，致毒性也比较低嘛。那其实这就很好弄了，慢慢这个制度随着精准防控、科学防控这样的口号的喊来喊去，慢慢逐渐放松。另外一种可能呢，的确一些老年人、有基础病的人，他们可能会重新发生重症率，会住院。如果要是没有对整个医疗资源构成太大的冲击，可能也会继续往前走。如果构成太大冲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政策考验才会出现。一种可能是往回走，就是爱搞得稍微严一点；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通过比如说加强疫苗的这个接种啊，甚至啊就是通过引进国外的疫苗的方式啊，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值得观察的啊，这是我对这个整个这个20条措施的观察吧。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啊，就是老毛当年搞大跃进呢，跟这次有什么不同吗？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老毛当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一个人胡作非为的时候啊，全国各地的人没有人敢拦着他；当他犯错误的时候啊，也几乎没有人敢去批评他。那些老百姓只有配合的份儿。所以当时啊，出现了3年这个大饥馑时代，是吧？他们就开始瞎编，说第一是苏联人逼中国还债，第二是什么3年自然灾害，当然都是假的了啊。但是那个老百姓饿死几千万人，也没有人敢反抗，也没有人敢表达不满。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抖音上、快手上，无数全国各地被封锁的社区里面，大家都在利用自己尽可能的方式，表达在对前一段时期的这种变态的防疫措施的不满。即便是有人跳了楼，他们周围的老百姓也会尽可能的把这些悲剧记录下来，发在网上。我想说的是啊，其实这次政策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基层的老百姓啊，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他能够认识到这样的措施侵害到了他们的权利是不对的，而这个最终政策的转型跟他们的这样一种呼声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呢，我希望啊，每一个中国的老百姓面对错误的公共政策的时候，要勇敢的说不，不一定是对抗，但是要说不，你们不对，你们做的不公正，你们做的是错误的。当所有的这些呼声啊汇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那些不公正的公共政策必定是难以为继的。您对于卫健委他们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些措施，您是不认可？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是违反了传染病的这样一个防治条例的，对吧，先生？传染病防治法，对
对，就是第一个呢，它是违法的；第二个呢，它这个逻辑是非常可笑、荒谬可笑的。如果他这个逻辑对正常人做健康筛查，他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他们卫健委所有的领导都要进行精神病鉴定，48小时内或者24小时精神正常的鉴定报告才能上岗工作，不然我们全市人民不放心呀。怎么能有精神病潜在的精神病患者来做决策和部署呢？那这个关于这个问题，那我会帮您记录和反馈上去的，谢谢。那让管理部门去进行核实处理。一定要回复。那请您留下联系电话。就这个电话。